带大家看一下我家3个花床的现状。4年前做的，木板已经破损了，每个花床都杂草丛生。除了中间的花床里种了一些花，其他全部都是杂草。包括花床间的过道里，原本石头下面铺了防长草的布，没有用，现在也长满了草。一片颓败的景象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风采。这长满了刺的植物居然是一种野莓，也不知道怎么会长出来的。太难看了，最近终于决定要修整一下。趁这个机会，给大家讲讲我家花园的故事。4年前我们刚搬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做了这3个花床。能在自家后院种种花、种种菜，一直是我的心愿。我就选了这块草坪长得不太好的地方，把草坪刨掉，把花床搭在这里。老公是干活的主力，孩子们也来帮忙。他们觉得能帮大人干活很有成就感。做好花床后，我买了些植物的苗，也撒了一些种子。看着整洁的花床，心情非常好。苗一天天长大，撒的种子也开始发芽，我心里充满了期待。这是我拍到的一群鹅，从我家后院经过。天有不测风云，有一天突然发现种的东西被不知什么动物啃了，番茄、辣椒、西葫芦无一幸免。地上还有很多奇怪的洞，我赶紧放了2个感应摄像头，看看能不能拍到是怎么回事。就看到了这一幕，原来是一群鹿在这里聚餐。这可怎么办？这样下去，我岂不是颗粒无收了？于是我买来防护网，让老公装上。终于我的菜保住了，番茄、辣椒都开始结果了，还收获了一根硕大的西葫芦。大家都开心地和这根西葫芦合影。我还种了空心菜和韭菜，这2种菜的优点是长得快，可以反复收割，不招虫。每次哪怕只是收获1颗小番茄，或者几颗辣椒，都能让我非常高兴。我还把用来做豆浆的黄豆埋到地里，到秋天收获了满满一篮毛豆。我甚至野心勃勃地种上了西瓜，瓜藤长势迅猛，很快就长到了花床外面，结了不少小西瓜，瓜藤也爬满了周围的草地。正当我满心期待着西瓜长大的时候，有一天发现瓜藤被啃了，有些小西瓜也被咬碎了。果然还是鹿干的，被我拍到了不少铁证。鹿只吃瓜藤最嫩的部分，摄像头清晰记录下了这只鹿的犯罪经过。我不知道我的几只较大的西瓜能不能保住。我后来陆续摘下了最后3只西瓜，第1只非常生，但神奇的是，粉红色的地方是甜的，可以吃。第2只更小些，里面是全白的，完全不甜，没法吃。第3只最大，里面是粉红色的，可以吃。虽然西瓜籽又大又多，我还是很满意。秋天，我种的波斯菊开了，
好漂亮，好可爱。到了第2年，我只是很随意地种了些东西，那一年居然没有拍任何照片。时间来到第3年，我种了些向日葵，想要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。但是花谢了以后，我就没有再种东西了。当时我的精神世界完全被其他事情占据，无暇顾及我的小花园。然后我的3个花床就开始被野草占据。到第4年，就出现了片头的这幅颓败的景象。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天天看着后院的杂草，心情只会更加沮丧。于是我发动老公一起来清理维护。石头缝里的杂草，我是手动拔除的。老公小心翼翼地剪掉了长满尖刺的枝条。正当我清理中间的那个花床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当我拔掉一颗很大的野草根时，带出了一大块泥土，结果里面飞出了很多蜜蜂。当时我还想，怎么泥土里会有蜜蜂？我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逃跑，结果我的胳膊上被蜜蜂蛰了2下，腿上隔着牛仔裤被蛰了1下，老公的手指也被隔着手套蛰了1下。蜜蜂蛰得特别疼，我吓得不停地大声尖叫。然后我们赶紧逃回了房子里面。这是我胳膊上被蛰的地方，已经开始红肿。这是我腿上被蛰的地方，还好毒针不在肉里面。逃跑时留下的工具和还没来得及种的植物，都还散落在花床周围。蜜蜂在洞口进进出出，我们都不敢贸然出去。我上网查了才知道，原来世界上大部分蜜蜂是住在地下的。我和老公都不想破坏蜂巢，也不想杀死它们。过了2天，老公穿着很厚的衣服，小心翼翼地把植物移栽到了花床里，把防护网也重新装上，工具也都收拾了。他没有动蜂巢所在的第2个花床，蜜蜂没有攻击它。看来以后我们就要和这群蜜蜂共同生活了。为此我还买了带纱网的帽子。以后干院子活，我得做好万全的防护措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不希望我的花园再次变得杂乱无章。即使和蜂巢共存，我也要把它打理得清爽整洁，就像打理我的生活一样。现在是提问时间。我没有种过以下哪种植物？ A. 波斯菊， B. 西瓜， C. 南瓜。答案是南瓜。你答对了吗？感谢大家观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